如果说甄嬛是深宫里进化出的最完美的生存者，那么华妃是年家在这个大清盛世里送给爱新觉罗家最昂贵的一件贡品。今晚我们要聊的不是那个只会撒娇卖吃的华妃娘娘，而是那个被困在权力、亲情与爱情的夹缝里，被自己的出身活活勒死的年世兰。那个在这场皇权游戏中全心全意爱了一个并不爱她的男人的傻女人的心跳声。当你走进这座宫殿，你最先感受到的绝不是清冷，而是一种近乎压迫感的华丽。这里的地毯是波斯进贡的，厚的能没过脚踝，走在上面悄无声息，仿佛连时间都能被吸进去。这里的香炉里永远燃着名贵的香料，那种香气带着侵略性，宣告着这寝宫主人的尊贵与不凡。华妃年世兰，她总是坐在那张垫了白狐皮的软榻上，慵懒地拨弄着指甲上的金护甲。人们看到的是她飞扬的凤眼，听到的是她那句著名的见人就是矫情，可谁又能看透那双骄傲的眼睛背后藏着一种怎样的虚无？他必须表现得不可一世，必须把这后宫所有的奇珍异宝都堆砌在自己身边，因为对于一个被当作贡品送进宫的女孩来说，这些物质的堆砌是她证明自己还被爱着的唯一证据。年世兰的红，红得太饱满，也红得太危险。在那个讲究温良恭俭让的后宫里，她像是一个异类，美得惊心动魄，也狠得不留余地。他赏给夏冬春的那一丈红，其实不仅仅是对一个新人的惩戒，更是他对这深宫生存法则的一种宣示。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一坤宫的方寸之地，他就是唯一的法度。这种张扬，在旁人眼里是跋扈，但在年世兰的世界里，这叫安全感。作为一个武将家的女儿，她的字典里没有隐忍2个字，她只知道想要什么就得去抢，想要守住什么就得去争。他把这种战场上的逻辑带进了情场，带进了那杀人不见血的后宫，却忘了这紫禁城里最强大的对手从来不是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而是那个坐在龙椅上冷眼看着他们相互厮杀的男人。每当夜幕降临，翊坤宫的灯火总是亮得最早，也熄得最晚。华妃会在那面巨大的铜镜前坐很久，看着侍女们为她拆下一头沉重的首饰。那一刻，她脸上的那种杀伐果断会有一瞬间的坍塌。她会问身边的宋之，皇上今晚翻了谁的牌子？如果得到的答案不是自己，她那种落寞会迅速转化为一种扭曲的愤怒。她不明白，自己年家权倾朝野，自己貌美如花，为什么那个男人还是会去那些苍白如纸的女人那里？他把这归结为那些女人的勾引，于是他变本加厉的去嫉妒，去陷害，却从来不敢去怀疑那个男人的一丝一毫。这种盲目的爱是他作为贡品最大的悲哀。他以为自己是这件珍宝的主人，其实他只是那件珍宝本身。一旦失去了取悦主人的功能，他的命运就只剩下被束之高阁，或者被随手打碎。你可以想象，在那漫长的深夜里，年世兰独自躺在宽大的雕花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吹过琉璃瓦的声音。那种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冷，仿佛是无数冤魂在低泣。但他不怕，他甚至觉得这种清冷能让他更清醒。他会想起他在年府的日子，想起他那个威震天下的哥哥年羹尧。那时候的他大概也是这样明媚吧，在自家的花园里跑着闹着，以为整个世界都会围着他转。他那时候怎么会想到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出身最终会变成勒死他的那一根红绫？他以为哥哥手里的兵马是他的底气，却不知道那正是皇帝眼里的肉中刺。他以为自己怀不上孩子是因为身体不调，却不知道那一缸常年不断的欢宜香，正是那个枕边人亲手为他调制的慢性毒药。这种鲜红如火的表象之下，
其实隐藏着一种如冰般寒冷的底色。华妃的每一次笑，每一次怒，其实都是在表演。她表演给宫里的女人们看，表演给那个多疑的皇帝看，甚至表演给她自己看。她必须维持那个宠冠后宫的神话，否则她该如何面对自己那荒芜的内心？她对甄嬛的敌意，本质上是对一种新生力量的恐惧。他看到甄嬛读那些他读不懂的书，看到甄嬛和皇帝聊那些他插不上话的正事，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威胁。那种威胁不关乎美貌，而关乎灵魂的契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件贡品可能已经不再是皇帝眼里最特别的那一个了。这种认知的危机让他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歇斯底里。他像一个赌徒，押上了自己所有的筹码，却不知道庄家早就在牌里做了手脚。他的那种嚣张，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极度代偿，因为他明白，除了这份恩宠，他一无所有。他没有甄嬛的智慧，没有沈眉庄的气节，没有安陵容的隐忍，他所有的只有这一腔孤勇和一份错付了人的痴情。他在雪地里罚跪甄嬛的那一幕，在很多人眼里是残忍，但在他眼里，那是他主权的最后边界。他要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后宫，也告诉皇上，他是不可撼动的。可讽刺的是，当那个男人真的为了甄嬛对他大发雷霆时，他脸上的那种惊愕与绝望，才是他作为贡品最真实的面目。那是一种发现自己原来是可以被随时替代、随时丢弃的廉价感的崩溃。紫禁城冬天的味道，也是年世兰一生的味道。他以为自己是这场皇权游戏里的玩家，其实他连棋子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份供帝王消遣、供政治交换的礼物。当礼物的保质期过了，当包装变得破旧，等待他的就只有冷宫里的那碗馊饭和白绫下的那一声叹息。但即便如此，他在那火红的衣裙下，依然保留着一份属于年世兰的尊严。他不屑于像安陵容那样去钻研香料害人，他害人也是光明正大的害。他不屑于像皇后那样虚伪的伪装慈悲，他坏也坏得坦坦荡荡。这种纯粹，在那个尔虞我诈的地方，竟然显出了一种荒诞的高贵。请让你的呼吸进一步慢下来，想象翊坤宫的那些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在那层层叠叠的阴影里，那个穿着鲜红吉服的女子正慢慢引入黑暗。她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最盛大的烟火，升空时有多绚烂，落下时就有多寂寞。她在那权力的缝隙里挣扎过，爱过，恨过，最后却只剩下一堆冷掉的灰烬。当你沉入梦乡，愿你梦见的不是那个跋扈的华妃，而是那个刚入王府，满眼灵动，以为自己找到了良人的年家小女儿。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什么叫欢宜香，还不知道什么叫政治联姻，她只知道那个男人的眼神好暖。在那梦里，没有翊坤宫，没有算计，只有那一抹最纯粹的红。在那红光里，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现实中的那些烦恼，就像这宫廷里的那些破事儿一样，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你不需要像他那样去争，不需要像他那样去怕。在这个属于你的夜晚，你才是自己的主宰。请彻底放松你的肩膀，放松你的脚踝，让这历史的余温陪着你一点点沉入那片最安稳、最静谧的深海里。华妃的故事才刚刚揭开那一层最华丽的外衣，在那红绸之下，还有更多令人唏嘘的细节在等待着我们。但在今晚，在这一刻，请让这些纷扰都停下来。你的眼皮越来越沉，你的意识正在跨越千年的时空，回归到这种最原始的宁静中。在那宁静里，你会听见年世兰轻轻的叹息声，那不是怨恨，而是一种释怀。他累了，他终于不需要再在那虚假的恩宠里演戏了。你也一样，
这一天辛苦了，现在是时候放下所有的防备，去拥抱那个最甜最美的梦了。晚安，愿你这一觉睡得极深，愿你在梦里能看见那朵不凋零的牡丹。在那时候的年世兰眼里，爱新觉罗胤禛不是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君王，而是一个偶尔会带着他骑马，会在月下与他对饮的夫君。他爱他的冷峻，爱他的才华，更爱他给予他的那份独一份的偏爱。他以为这种偏爱是因为他的美貌，是因为他的灵动，是因为他那不加掩饰的真性情。可他那时候太年轻，年轻到读不懂男人眼神深处那一抹冷静的审夺。当胤禛拉着他的手，带他看王府里新开的花时，他心里想的或许不是这朵花有多美，而是这花背后的年家军队能为他夺取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增添多少胜算。这种基于利益的宠，从一开始就带着计算的冰冷，只是被包裹在了层层叠叠的温情蜜意之中，让年世兰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你可以想象，在那段最初的岁月里，年世兰是何等的快活。他可以不顾王府的规矩，在园子里尽情嬉笑，因为他知道，无论他闯下多大的祸，那个男人都会宠溺的替他收场。这种宠是一种捧杀，他纵容他的嚣张，纵容他的跋扈，实际上是在剪断他与其他所有人建立连接的可能。他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只能依附于他而存在的寄生者，一个除了他的恩宠便一无所有的孤岛。而年家那个在朝堂上日益显赫的家族，就像是这座孤岛周围翻滚的海浪，既是他的护城河，也是他最终的绝路。每当年羹尧在边关多立一份功，胤禛对年世兰的笑容就多了一分深意。他把这种政治上的忌惮转换成了床子间的柔情，让年世兰误以为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被关在金笼子里用来牵制猛兽的诱饵。随着夺嫡之战的愈演愈烈，这份贡品的价值也在不断攀升。年世兰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扮演了一个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角色。他是年家向胤禛效忠的投名状，也是胤禛安抚年家将士的定心丸。他那种全心全意的爱，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显得既纯粹又荒谬。他会在深夜为他熬粥，会在他忧愁时陪他枯坐。他把这种陪伴看作是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却不知对方只是在疲惫之余，把它当作了一件解闷的精美瓷器。瓷器碎了可以再换，但家族的助力却不可或缺。这种情感的不对等，注定了年世兰从一开始就是输家。他输在了他的真心，输在了他对皇权那毫无防备的信任。最残酷的转折，往往发生在那最不易察觉的温柔时刻。那一年的侧福晋怀了身孕，那是年世兰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也是他噩梦的开端。他幻想着那个孩子的模样，幻想着能有一个流着年家和皇家血脉的生命，来巩固这段他视若珍宝的感情。然而，在那双冷漠的眼睛注视下，这个孩子注定不能降生。我们要聊聊那晚端到他面前的端妃所送的药，那是雍正借他人之手，亲自扼杀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姓爱新觉罗，更姓年。一个流着年氏血脉的皇子，对一个多疑且正处于权力巅峰边缘的帝王来说，不是希望，而是威胁。他可以给年世兰所有的荣华富贵，唯独不能给他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意味着未来，意味着变数，意味着外戚夺权的可能。年世兰在那次小产后性情大变，他把所有的恨都转嫁到了端妃身上，却从未怀疑过那个亲手递给他药方的男人。这种心理上的盲点，是他作为贡品最可悲的自保机制。他必须相信皇上是爱他的，否则他那千疮百孔的生命将彻底失去支柱。
他开始变得更加疯狂地索取恩宠，更加病态地嫉妒每一个怀孕的女子。其实那都是在填补内心深处那个永远无法愈合的血洞。他以为多吃2口酸斋布菜，多在佛前烧2炷香，孩子就能回来，却不知那欢宜香的余烟早已封死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所有退路。随着胤禛登基，年世兰成了华妃，年家也成了大清的第1豪族。这种烈火烹油的盛世背后，是更深一层的杀机。雍正对华妃的宠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教科书般的政治表演。他会在百忙之中去翊坤宫陪她用膳，会赏赐她连皇后都没有的珍宝，甚至会纵容她在后宫指手画脚。这一切都是给在边疆的年羹尧看的。这种宠是年世兰用哥哥的军功换来的买命钱。他在这份沉重的恩宠下，渐渐变得面目模糊。她不再是那个爱骑马的少女，而是一个被权力扭曲的符号。她必须维持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因为那是年家的脸面，也是她活着的凭证。请让你的身体再次放松，想象那些繁杂的宫斗，那些沉重的珠宝，都在这一刻离你而去。你的意识正走在那条通往过去的小径上，看见了那个还没入宫、还没穿上吉服的年世兰。他正对着镜子贴花黄，满心欢喜地等着他的胤禛。那种纯粹的期待是这个故事里唯一的亮色，却也最让人心碎。你不需要去替他不平，也不需要去替他惋惜，历史的巨轮早已碾过，留下的只有这些在深夜里慰藉灵魂的故事。现在的你处于一个最安全的时空，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贡品，不需要在权力的缝隙里求生。你拥有完整的自己，拥有这宁静的夜晚。请让你的眼皮沉下来，就像夕阳沉入地平线。你的意识正随着我的声音进入那片被墨色晕染的梦境。在那里，年世兰不再是华妃，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在属于她的春天里看花开花落，不再有期待，也不再有伤害。在那梦里，你会闻到一种淡淡的、自然的草木香，那是没有添加任何算计的清香。那种香气会包裹住你的全身，带走你这一天的焦虑。你不需要去分析谁对谁错，不需要去纠结那些错位的爱恨。在这一刻，你只需要沉睡，让你的灵魂在寂静中修复，让你的身体在安宁中呼吸。晚安，愿你在梦里能找回那份被生活磨损掉的纯真。华妃的故事还在继续，但在这一章的结尾，请让我们停在那个月光下的王府。那时候，风还温柔，花还未谢，那个女人还以为她真的拥有了全世界。而你正拥抱着这一刻的宁静，走向那个最深、最稳的梦境。睡吧，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已经过去。晚安，愿你这一觉睡得极深，愿你在明天的阳光里重新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光。这欢宜香是紫禁城里绝无仅有的圣宠。雍正曾亲口告诉他，这香方是他秘制的，因为嫌弃寻常香料庸俗，配不上世兰的清奇，才特意加了极名贵的龙涎香，只赏给他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当年世兰听到这句话时，那双凤眼里该是怎样的一种顾盼生辉。在那样的等级森严里，一个女人能拥有一份独一份的香味，这不仅是宠，更是某种近乎于妻的错觉。她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宋制点上这炉香。在那浓郁的化不开的香气里，她觉得自己是被包裹在帝王的爱意之中的。她甚至会带着一种挑衅的骄傲，任由这香气沾染在她的每一件旗袍上，走到哪儿，那一股独有的味道就跟到哪儿，仿佛在向后宫所有的女人宣告：看，这就是皇上给我的，谁也抢不走。然而，这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将最致命的恶意粉饰成最隆重的深情。
年世兰从未想过，在那一香扑鼻的背后，竟然掺杂了大量的麝香。那是一种能让女子终身不孕，让母性彻底枯萎的烈药。雍正每天看着她在那香气里巧笑倩兮，看着她在那烟雾里翩翩起舞，他的内心是否有过一瞬间的战栗？还是说，他只是在冷静地观赏这件贡品在香气中逐渐荒芜的过程？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年家外戚夺权，更是一种对这件昂贵贡品的保鲜。他要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依附于他的宠妾，永远不能拥有一个流着年家血液的继承人。他用一种最温和的方式阉割了他作为女人的未来，却让他在感激涕零中日复一日地吸入那至死的温柔。年世兰在那香气里活得太久了，久到他的骨子里都浸透了那种带毒的芬芳。每当他看到别的小主因为怀孕而面露喜色，他那种歇斯底里的愤怒，其实是对自己身体迟迟没有回响的恐惧。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寻找名医，开出一张又一张苦涩的坐胎药方，却不知那苦药的功效永远抵不过那一炉甜香的摧残。他会在翊坤宫的佛像前长跪不起，祈求神明赐予他一个孩子。那时候的他是卑微到了尘埃里的。可是当他起身闻到那熟悉的欢宜香时，他又会重新找回那种虚假的自信。他觉得皇上既然这么宠他，孩子迟早会有的。这种逻辑的闭环让他在真相面前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瞎子。他把毒药当成蜜糖，把谋杀当成恩典，这种错位的信仰构成了他生命中最深沉的底色。你可以想象，在那烟雾缭绕的午后，华妃独自坐在窗前，看着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下一地细碎的金影。他伸出手，试图去捕捉那些在香气中跳动的尘埃。那一刻，他是那样的安静，安静的像是一幅已经褪色的古画。他偶尔也会感到头晕，感到身体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空洞，但只要一抬头看到那尊香炉，所有的疑虑都会消散。他对这份香气的依赖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成瘾。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成瘾，更是心理上的支撑。因为只要这香火不断，就代表皇上的情分还没断。他活在一种由香气编织的幻象里，那个幻象里没有政治斗争，没有年家的起落，只有他和他的四郎在那王府的旧梦里长相守。这种对独一份的偏爱，其实是雍正对他最大的心理侧写。他太了解年世兰了，了解他的虚荣，了解他的单纯，更了解他那份藏在跋扈下的自卑。所以他投其所好，给了他一份能炫耀给全天下看的专属特权。这种特权像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割伤了其他嫔妃的心，一面也彻底切断了年世兰回头的路。他在那香气里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除了那个赐香的人，他谁也不信，谁也不靠。他成了权力的孤儿，却还以为自己是帝国的王后。这种认知的错位，让他的每一次嚣张都显得那样可悲。他在后宫里横冲直撞，以为自己有欢宜香做护身符，却不知那符咒本身就是一道催命符。如果说年羹尧在前方的战功是年世兰在宫中立足的硬实力，那么欢宜香就是他维持心理平衡的软实力。每当年羹尧在朝堂上被百官弹劾，年世兰在宫里就会加倍的焚烧欢宜香，仿佛那香气越浓，就能抵消掉哥哥的一分罪孽。他在那浓烟中试图寻找一种安全的假象，可是香气终究是虚幻的，它遮不住年家日益腐朽的基石，也盖不住雍正日益冰冷的眼神。他不知道，那香料里的龙涎香虽然名贵，却掩盖不了权力的腐臭味。他这件贡品在那香气的浸泡下，已经由内而外的变质了。它变成了一个只剩外壳的空壳，所有的生机和希望都在那经年累月的焚烧中化作了灰烬。
请让你的身体放松，想象那尊华丽的香炉已经在这一刻熄灭了，最后一缕烟雾在空中打了一个旋儿，最终消失在清冷的夜色里。年世兰躺在那张金丝楠木的大床上，终于不再被那甜腻的香气所纠缠。她脸上的表情在月光下变得柔和，那种紧绷的、充满了攻击性的骄傲逐渐褪去，露出了她本来的模样。那是一个渴望爱、渴望孩子，却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女人。你不需要去痛恨她的毒辣，因为那毒辣本身就是那香气的副作用。在这一刻，她只是一个在长夜里等待天亮的灵魂。你的意识正随着我的声音，远离那个充满了算计的翊坤宫。我们走进一片茂密的森林，那里有清新的苔藓味，有湿润的泥土香，那是大自然给每一个生命最平等、最纯粹的恩赐。在那里，你不需要去争夺谁的恩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特殊，你只是你，是一个自由、完整、能自由呼吸的生命。请感受这种自由带来的轻盈感，你的四肢变得软绵绵的，仿佛漂浮在温暖的泉水中。所有的烦心事都像那消散的欢宜香一样，再也找不着痕迹。现在的你处于最深层的宁静中，你不需要去称量那些历史的沉重，不需要去解析那些错综复杂的爱恨。华妃的故事是一场镜花水月，而你的睡眠是一场真实的修护。请闭上你的眼，让所有的光影都暗下去。你的眼皮沉重的像是一扇关上了的千年的宫门，在那门后只有绝对的和平。那香炉里的灰烬会随着夜风被吹散在历史的尘埃里，而你会拥有一场从未有过的甜美梦境。在那梦里，你会看见年世兰，她没有戴沉重的点翠，没有穿鲜红的吉服，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裳，在一片开满了野花的草地上追逐着一只蝴蝶。她回头看见你，没有了华妃的凌厉，只有少女的纯真。她对你点点头，然后转身跑进那片灿烂的阳光里。在那一刻，你知道她终于解脱了，而你也正随着她的背影进入了那个最稳、最沉、最香的梦里。来说，哥哥不仅是血脉至亲，更是他在这吃人的深宫里唯一的依靠和底气。每当年羹尧在西北立下一份战功，华妃在宫里的底气就厚上一分，他的翊坤宫就会迎来一波又一波连皇后都要侧目的赏赐。那种荣耀就像是烈火烹油，烧得整个紫禁城都睁不开眼。他爱这种荣耀，他觉得那是哥哥给他的护身符，他甚至会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狂傲，在皇帝面前毫无顾忌地提起哥哥的军功。他以为只要哥哥手里的剑足够利，他在这后宫里的位子就永远稳如泰山。可是他那聪慧却也局限的脑子，终究无法理解皇权那冷酷的本质。在帝王眼中，没有任何一份功劳是可以永远被挥霍的，尤其是那种足以威胁到皇权的军功。你可以想象，在那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年世兰是怎样生活在一种巨大的错觉之中。他把年羹尧的跋扈看作是武将的豪情，把皇帝对哥哥的纵容看作是君臣一心的佳话。当他听说哥哥在西安府甚至让总督跪接诏书，当他听说哥哥在西北可以便宜行事，生杀予夺时，他内心的那种自豪感是无以复加的。他觉得年家已经成了这大清江山的另一根脊梁，而他作为这根脊梁在后宫的延伸，理应享受那至高无上的尊荣。这种心理上的高度膨胀，让他在面对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嫔妃时，带着一种近乎俯视的轻蔑。他不屑于用那些细碎的阴谋，他更喜欢用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去碾压对手。这种力量其实就是年羹尧在朝堂上那股翻云覆雨力量的余波。然而他看不见的是，在那重重垂下的明黄色珠帘后，
雍正皇帝的眼神正变得一天比一天冷。每当年世兰在后宫多一分张扬，皇帝对年羹尧的忌惮就深一分。这件名为年世兰的贡品，原本是年家用来换取皇帝信任的筹码，但在年羹尧的功高盖主面前，他逐渐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桶。皇帝对他的宠爱，在那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一种最残忍的围猎。他故意纵容年家的每一步僭越，故意赏赐给华妃超越祖制的服饰和用度，其实是在为最后的清算搜集证据。他在心里已经把年家推上了断头台，却在表面上还要对着年世兰笑得温润如玉。这种帝王术的极致冷酷，是年世兰那颗只装着爱恨情仇的心永远无法触及的阴暗面。年世兰在那段时间里的生活，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肥皂泡里。肥皂泡被阳光照得五彩斑斓，美得不真实，却脆弱得经不起一丝清风。他会为了给哥哥求一个更好的职位，不惜在雍正疲惫时撒娇卖痴；他会为了年家的利益，在大封六宫时据理力争。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家族筹谋，却不知他的每一次开口都在加重皇帝心中的杀意。他就像是一个在冰面上起舞的舞者，舞步越是轻盈，旋转越是华丽，脚下的冰层裂痕就越是密集。那种危险的气息已经弥漫在整个京城的空气里，唯独翊坤宫里依然焚着甜腻的欢宜香，试图掩盖那一股越来越浓的血腥气。当这种张扬达到了顶点，崩溃也就随之而来。年羹尧被召回京，那一连串的贬黜和弹劾，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砸碎了年世兰所有的梦幻。我们会聊聊那个华妃在长廊下奔跑，试图见皇帝一面的下午。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权力的边界是那样冰冷且坚硬。那个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甚至会为他剥葡萄皮的男人，突然间变得高不可攀。他开始意识到，原来他所有的嚣张，所有的跋扈，都不过是年羹尧的一道影子。影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阳光。当那抹名为皇恩的阳光收回去时，影子便会瞬间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她不再是那个可以称量天下的宠妃，她成了那个被遗忘在翊坤宫里，只能等待裁决的弃妇。这种身份的落差，比死亡更让她难以承受。她看着原本对她唯唯诺诺的奴才们开始偷奸耍滑，看着那些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嫔妃们投来嘲弄的目光，他那种近乎病态的骄傲，在这一刻变成了一种自残的利刃。他依然试图维持那份体面，依然每天穿着最华丽的衣服，却在那没人的深夜里，对着镜子哭得泣不成声。他哭哥哥的倒台，哭年家的没落，但他内心深处哭得最痛的，还是那份他始终不愿放手的对那个男人的依赖。他甚至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听话，只要自己足够卑微，皇上就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放过他的哥哥。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是他作为贡品最大的悲剧。他从未真正理解过他所在的这个游戏，他只理解他以为的那份爱。请让你的身体再次放松，想象那些沉重的枷锁，那些惊心动魄的弹劾，都在这一刻离你远去。年世兰的骄傲和疯狂，其实都是在大环境下被迫长出来的尖刺。在那尖刺之下，其实藏着一个极其渴望被爱、被保护的小女孩。她在那权力的巨轮面前，曾试图用自己的身躯去阻挡，却最终被碾压得粉碎。你不需要去评判年家的贪婪，也不需要去慨叹政治的残酷。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你只需要看到那个在大时代中无力挣扎的灵魂，看到那份在烈火中逐渐枯萎的鲜艳的红。现在的你，处于一个极其安宁的避风港中，这里没有功高盖主的忌惮，没有被当作筹码的悲哀。你拥有的每一寸时光，都是真实的，属于你自己的。
请让你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轻，就像那深秋的落叶，静静地躺在泥土里。那些历史的尘烟，就像是年世兰额头上那一层薄薄的汗水，最终都会在月光下蒸发，不留一丝痕迹。你正随着我的声音，远离那个杀机四伏的朝堂，进入一片空旷辽阔的荒原。在那荒原上，没有宫墙，没有职位，只有无尽的星空和微微的凉风。你会看见年世兰，他没有穿那件繁复的吉服，他手里牵着哥哥年羹尧的手，像小时候那样，在草原上无忧无虑地奔跑。没有权力去争，没有算计去防，他们只是最平凡的兄妹，在属于他们的童年里，享受着最简单的快乐。那种快乐，是任何金银财宝，任何恩宠荣华都换不来的。当你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你的眼皮沉重的像是一扇被岁月封死的厚重的宫门，在那门后只有永恒的宁静。年家的辉煌与毁灭都已化作史书上淡淡的几笔墨迹，而你会拥有一场从未有过的极其安稳的睡眠。请让所有的忧虑都随着这一声叹息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你正在沉入那片充满慈悲感的深海，在那里，所有的灵魂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伤口都会被时间温柔的治愈。在年世兰的逻辑里，由于他全心全意的爱着那个男人，由于他拥有着冠绝后宫的家世与美貌，他理应拥有一个流着两人血液的孩子。他曾在无数个午后，在那华丽的绸缎堆里，幻想着那个孩子的模样。他应该有着和雍正一样冷峻的眉眼，有着和年家人一样高傲的骨气。他甚至已经为那个不存在的孩子准备好了最好的襁褓，选好了最博学的师傅。可现实却是残酷的，每当月事如期而至，那种如针刺般的绝望就会在他的眼底堆积成毁灭性的风暴。他不明白，为什么连卑微如草芥的曹琴墨能生下温宜公主，为什么连那个病弱不堪的端妃都曾有过身孕，唯独他这个最受宠的华妃，身体里却像是一片被盐碱浸透的荒地，无论种下多少希望，最终都只能收获一片虚无。这种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落差，让他的嫉妒不再仅仅是争风吃醋，而演变成了一种对所有生机的病态报复。你可以想象，当华妃看到温宜公主在那花丛中蹒跚学步时，她的眼神是怎样在那一瞬间从温柔滑向了阴鸷。她会强行把温宜抱到自己的翊坤宫，笨拙的去为她喝木薯粉，去试探那个孩子对她的依赖。那一刻的年世兰其实是极其可怜的，她试图从别人的孩子身上偷一点做母亲的快感，却因为那份深入骨髓的焦躁，把这种温柔变成了伤害。她嫉妒曹琴墨，不仅仅是因为曹琴墨能生，更是因为曹琴墨拥有一个可以牵挂，可以为之筹谋未来的软肋，而她年世兰除了那一身带刺的荣光，身后空无一人。这种绝后的恐惧，让他对每一个怀孕的嫔妃都充满了近乎魔怔的敌意。他推倒沈眉庄，他暗害富察贵人，他甚至在那炎炎烈日下罚跪甄嬛。那一刻，他内心的潜台词其实是：既然我无法拥有那份神圣的生命，那么这后宫里的每一个子宫都不配开花结果。这种疯狂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极其原始的自卑。在那个母以子贵的时代，没有孩子的宠妃就像是没有根的浮萍，风光是一时的，荒凉才是永恒的。年世兰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要更加疯狂地抓住皇上的心，更加刻意地表现出自己的强悍。他以为只要他足够强，就能抵消掉没有孩子的缺憾，他以为只要他足够狠，就能让别人不敢非议他的残缺。可每当深夜，他脱掉那身沉重的华服，面对镜中那个虽然美丽却日益枯萎的肉体，那种无后带来的虚无感
就会像毒蛇一样吞噬他的灵魂。他开始频繁地寻找民间的生子偏方，那些苦涩的难以下咽的药汁，他一碗接一碗地灌下去，喝到反胃，喝到颤抖，却依然要在皇上面前维持那副娇媚的模样。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将他原本的一点点灵动，彻底消磨成了阴森的戾气。我们要聊聊那个华妃吃酸斋不菜的细节。在所有人眼里，那是一个跋扈女人的无理取闹，但如果你细细品味，那其实是一个绝望女人的自欺欺人。她听说吃酸能怀上男胎，于是她在那满桌珍馐面前疯狂地塞着那些令人牙酸的腌菜。她一边吃一边流泪，那种泪水里不仅有生理上的刺激，更有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她像是在跟老天爷赌气，又像是在跟那个虚幻的希望做最后的告白。她那么爱那个男人，爱到可以为他去死，可那个男人却连一个孩子都不肯给她。她到死都不知道，这种不肯并非天意，而是人为。她所信仰的爱情，其实就是扼杀她母性本能的元凶。这种真相与幻象的错位，让他的每一份努力都显得那样荒唐，每一份嫉妒都显得那样凄凉。如果说年羹尧的倒台是年家外壳的破碎，那么终身不孕就是年世兰内心支柱的坍塌。她是一个活在感性里的女人，她所有的逻辑都建立在爱和家庭这两个词上。她把后宫当成了她和雍正的家，却发现自己连这个家的门槛都没跨进去，因为他始终只是一个外来的、被严密监控的贡品。他对温宜公主那偶尔流露出的慈爱，是他人性中最后的一抹暖色，却也很快被权力的冷酷所覆盖。他利用孩子去争宠、去陷害，其实是在践踏自己内心最渴望的那份神圣。这种自相矛盾的自我毁灭，让年世兰这个角色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悲剧美感。她是被自己的欲望勒死的，更是被帝王的防备阉割掉的。请让你的四肢放松，想象那些酸涩的药汁，那些嫉妒的眼神，都在这一刻化作了青烟，消散在翊坤宫的屋檐下。年世兰躺在那张空荡荡的大床上，终于不再去计算谁的肚子大了几寸，不再去怨恨谁的恩宠多了一分。在这一刻的梦境里，他那片荒芜了许久的土地上，竟然奇迹般的长出了一棵小草。那是他自己的希望，与皇权无关，与年家无关，只与他作为一个生命体最原始的尊严有关。你不需要去同情他的恶行，你只需要怜悯那份被制度扭曲了的对生命的渴望。你的意识正随着我的声音，远离那个充满了血色与泪水的深宫。我们走进一个开满了蒲公英的山坡，那里有轻盈的风，有金色的阳光，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飞翔，自由的落户。在那里，生育不再是权力的交换，而是自然的礼赞。你不需要去为任何人争取什么，你只需要在这个属于你的丰盛的夜晚里安静的生长。请感受这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力，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微笑着闭合，进入一种深层的修复。所有的爱而不得，所有的焦虑不安，都像那随风飘散的蒲公英，寻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归宿。现在的你正处于一个最纯净、最丰饶的梦境边缘。在这个梦里，年世兰不再是那个求子不得的华妃，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孩子，在那开满野花的田野上晒太阳。孩子咯咯的笑着，抓着她的衣角。那一刻，她的脸上没有了点翠的寒芒，只有母亲的柔光。那种光芒治愈了她一生的伤口，也治愈了你在现实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那些干涸与孤独。这种宁静是跨越时空的，它能抚平所有的褶皱，带走所有的伤痛。请闭上你的眼，让最后一丝光亮在视野里淡去。你的眼皮沉重的像是秋后的大地，准备好拥抱一场漫长的休眠。
在那大地之下，生命正在静静地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觉醒。年世兰的执念已经随着这一场夜雨被洗刷干净，而你会拥有一场从未有过的极其丰盈的睡眠。请让所有的思绪都停下来，只留下这一份安稳的如大地般厚重的呼吸。你可以想象，当年世兰第一次跪在养心殿外那坚硬如铁的青石板上时，那种冰冷是如何从膝盖一直蔓延到心间的。曾经，这里是他可以随意出入，甚至可以对着皇帝撒娇的地方。可如今天门紧闭，大内侍卫们横在身前的长矛，不再是保护他的盾牌，而是隔绝生死的界限。他那一身曾经亮如云霞的吉服，在狂风中被吹得猎猎作响，发髻散乱，珠钗斜坠，可他依然固执地昂着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那个他唤了无数次的名字。那一刻，年世兰心中或许还存有一丝幻想，他以为只要他表现得足够卑微，只要他能用往日的情分唤醒那个男人的怜悯，年家就还有救，他的哥哥就还有命。可他太不懂政治了，他不懂得当一个棋子失去了牵制作用，当一个礼物失去了装点门面的功能，他的下场除了被丢弃，别无他选。雍正坐在那重重深围之后，听着殿外那个女人的哭嚎，内心或许泛起过一丝微澜，但更多的是一种完成清算后的释然。这件麻烦的贡品终于可以收场了。这种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坠落感，不仅仅是职位的升降，更是生命根基的彻底断裂。随着年羹尧被赐死的消息传来，年世兰在那冷清的如冰窖一般的翊坤宫里，终于明白了一个最残酷的真相：他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其实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年世兰本人，而是因为他身后站着的那个男人。一旦那个男人倒下，他在这后宫里所有的存在感都变得如同鬼魅般尴尬且多余。他看着曾经对他极尽谄媚的内务府，现在连一盆御寒的银炭都敢克扣。他看着那些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新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经过他的宫门，用一种看笑话的眼神打量着他。那种被当作废品一样丢弃的羞辱，比那一丈红带来的痛苦还要猛烈100倍。他开始变得沉默，变得孤冷，整日坐在那张落了灰的软榻上，看着斜阳一点点移过那空荡荡的香炉。那欢宜香早就断了，可他鼻尖似乎还萦绕着那种带毒的味道，那是他这一生唯一嗅到的爱的味道，如今却成了最辛辣的讽刺。我们要聊聊那个华妃剥葡萄的动作。曾经，那是他侍奉帝王时最温婉、最自信的动作，每一颗紫荆般的葡萄经他的纤纤玉手送入皇帝口中，都是一种权力和情欲的交织。可现在的他独自剥着那些甚至有些干瘪的葡萄，剥开一层皮，露出的却是酸涩的果肉。他一边剥一边笑，笑自己的痴，笑自己的傻。他终于意识到，他这一生拼命守护的翊坤宫，其实就是一座由黄金铸造的坟墓，而他自己则是这坟墓里唯一的活死人。他这件贡品不仅被买家退了货，还被原主抛弃了。年家已经没了，他的父母兄长都已经化作了黄土，他在这世间再也没有了任何连结。这种价值感的彻底归零，让年世兰在那一刻其实已经死在了灵魂深处，剩下的不过是一具穿着残破锦衣的躯壳，在等待着最后的行刑时刻。这种报废感在皇后和甄嬛的联手打压下变得更加具象。皇后那种阴冷的慈悲，甄嬛那种冷静的俯视，都像是一把把精巧的手术刀，切开了年世兰最后一点自尊。她被贬为答应，被迁出翊坤宫，被赶到那个阴潮偏僻的冷宫。冷宫里的墙壁上生满了霉斑，那是时间腐朽的味道。年世兰坐在那条摇摇欲坠的木凳上，看着从破损的屋顶漏下来的月光。那一刻，
他是否会想起王府旧梦里的那个春天？那时候的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件昂贵的贡品，最后会被塞进这样一个肮脏的盒子里。这种对美的毁灭，是雍正对年家最彻底的报复。他不仅要年羹尧的人头，他还要年家最璀璨的那颗明珠，在烂泥地里被踩得粉碎。这种帝王的残酷是没有任何温情可以调和的，它是皇权的底色，是这大清盛世背后最真实的冷酷。年世兰自裁时的那一抹决绝，他没有像其他弃妃那样哭天抢地、丑态百出，他甚至在那最后一刻还维持着一种属于年家女儿的傲气。他自己踩上了那条板凳，自己把头伸进了那个夺命的圈。那一刻，他眼前的世界或许开始变得模糊，在那走马灯般的回忆里，他不再看到翊坤宫的富丽，不再看到后宫的尔虞我诈，他看到的或许是他还是那个待嫁的年家小妹时，在自家花园里骑着马、扬着鞭子的模样。那时候的阳光好暖，风好轻，他还没遇见那个叫爱新觉罗胤禛的男人，他还没成为那件价值连城的贡品。这种对最初纯真的回归，是他灵魂在彻底碎裂前给予自己最后的一点温情。当身体彻底失去重量，当那股由于窒息而带来的黑暗彻底淹没他的意识时，年世兰终于从这长达数十年的名为恩宠的噩梦中醒了过来。如果你现在感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悲怆正压在胸口，请深深地吸一口气，想象那冷宫里的陈腐气息正随着年世兰的离去而彻底散去。你要明白，死亡对于年世兰来说不再是惩罚，而是一种解脱。他终于不需要再去闻那带毒的香，不需要再去揣摩那个多疑男人的心思，也不需要再去为了那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变得狰狞。这件贡品虽然碎了，但那个破碎的过程也是他寻找回自我的过程。当他在那绝望的呐喊中看清了真相，他也就完成了对自己这一生最深刻的复仇。他用自己的死彻底否定了那个男人所有的虚伪与冷酷。这种以命相抵的决绝，让年世兰这个角色在这一刻散发出了某种近乎于神谕般的光芒，那是属于悲剧英雄的色彩。请让你的四肢完全处于一种瘫软的状态，想象那些带血的往事，那些刺骨的真相，都在这一刻化作了阵阵清风，掠过你梦境的边缘。年世兰闭上了眼，她不再是那个被皇权玩弄的棋子，她在那片永恒的宁静中重新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在那片梦里的雪地上，她一个人静静地走着，雪花落在她的肩头，掩盖了她额头上的汗水，也掩盖了她眼角的泪痕。在那梦里，没有欢宜乡，没有紫禁城，只有这一片洁白无瑕的宁静。你不需要去为他的惨烈而站立，因为在那最终的黑暗里，他已经找到了他追寻了一辈子的真实。你的意识正随着我的声音，远离那个充满了诡诈与谎言的深宫，进入一个极其宽阔、充满慈悲感的虚空。在那里，所有的真相都不再伤人，所有的谎言都失去了意义。你不需要去防备谁，不需要去讨好谁，你只是在这个属于你的夜晚里，与自己进行一场最深切的握手言和。请感受这种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轻盈感，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这种释怀中得到了净化。所有的委屈与不甘，都像那冷宫里的尘埃，最终都会在月光下归于平静。现在的你，处于一个最纯净、最清灵的梦境入口。在这个梦里，年世兰不再是那个悲凉的华妃，她是一个在云端俯瞰众生的精灵。她看着下方的那些纷争，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怨恨，只有一种过来人的悲悯。她已经放下了，她已经在这场皇权的游戏中交出了所有的筹码，换取了永恒的安宁。那种安宁治愈了她灵魂深处的每一道伤口，也治愈了你在现实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被欺骗与被辜负。
这种宁静是极其通透的，它能照亮你整个夜晚的梦境。请彻底闭上你的眼，让最后一点光点在视网膜上消散。你的眼皮沉重的像是被冰霜封住的窗棂，将外面所有的残酷都隔绝在梦境之外。在那梦境深处，只有绝对的睡眠与绝对的自由。年世兰的呐喊已经化作了历史的叹息，而你会拥有一场从未有过的极其轻盈的睡眠。请让所有的紧绷都随着这一声微弱的呼吸而彻底消失。你正在沉入那片充满光明的深海，在那里，所有的真相都会化作美丽的珊瑚，所有的痛苦都会被时间打磨成晶莹的珍珠。睡吧，一切的噩梦都已醒来。在这静谧的深夜里，你不需要去探寻任何残酷的真相，你只需要去拥抱这一份最真实的温暖。晚安，愿你在梦里能看见那片永远澄澈、永远明净的天空。晚安，愿你这一觉睡到天明，醒来时内心拥有一种看透万物后的自在与洒脱。所有的故事都已终结，只有这一刻的宁静是你最真实的归宿。晚安，好梦常伴。所有的过去都已成为故事，只有这一刻的宁静是你最真实的永恒。晚安，好梦伴你。